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别再只用美定义他，迪丽热巴的演技逆袭早已走过临界点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迪丽热巴被放置在一个看似耀眼，实则狭窄的标签里，好看、异域、美、红毯、利器。这种评价并非贬低，却容易遮蔽她真正走过的那条并不轻松的演员之路。直到近几年，当角色一个接一个落地，当表演层次逐渐被讨论、被比较，人们才慢慢意识到，迪丽热巴早已不是只有美的那一类演员，她完成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演技突围。回看她的成名轨迹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白凤九，几乎是许多观众对她最早也最深刻的记忆之一。这个角色本身并不复杂，却极考验演员对分寸的把控，既要有少女的灵动与天真，又不能流于浮夸。迪丽热巴在凤九身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带着生活气息的娇憨，她的情绪不是用力抛出，而是通过眼神、语调、细微表情慢慢铺陈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共情。凤九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并不只因为造型与人设，更因为角色的情绪逻辑始终成立。而在《克拉恋人》中，她饰演的高文，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。张扬、自信、锋芒外露，是高文的外壳，但在外壳之下，角色同样有脆弱、自尊与不安。迪丽热巴并没有把高文演成单一的爽感角色，而是通过反差处理，让人物在喜剧节奏中保留真实感。这种对人物层次的意识，恰恰说明他并未停留在讨喜表演的阶段。真正让业内与观众开始重新审视他的，是他对角色跨度的主动挑战。与君初相识，恰似故人归中，他一人分饰纪云和与阿纪两个人物在性格、立场、命运走向上几乎南辕北辙。他并没有依赖外在造型或台词提示来区分角色，而是通过节奏控制、眼神状态与情绪密度，让观众在情感层面自然分辨。这类表演并不喧哗，却极其考验基本功。而在转型作品《利剑玫瑰》中，迪丽热巴首次以较为克制、写实的方式进入现实题材。她饰演的女警邓妍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高光型人物，角色的情绪更多集中在隐忍、崩溃与恢复之间的渐进变化。尤其在哭戏处理上，她不再追求情绪爆发，而是选择留白与递进。这种选择本身就意味着表演思路的成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待播作品《蔚蓝》中，她将再次挑战一人分饰两角，饰演经历与人格完全不同的两个蔚蓝。连续选择此类高区分度角色，本身就说明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安全区内的成功，而是试图用表演建立个人壁垒。行业层面的认可也并非偶然。作为第7位金鹰女神，以及凭借《漂亮的李慧珍》成为首位获得金鹰奖观众喜爱女演员奖的90后演员，迪丽热巴在主流奖项体系中完成了关键节点的跨越。更早期的阿纳尔罕获得5个一工程奖，使她成为90后演员中少有的拥有国家级作品荣誉的存在。这并不是单纯的流量结果，而是作品导向的体现。今天再回头看颜值这张牌，它确实曾是迪丽热巴进入行业的敲门砖，却从未成为她停留的终点。她正在用一部部作品，把外界对美的单一认知，转化为对演员完整度的重新评估。真正的逆袭，从来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在持续深耕中完成自我更新。而迪丽热巴显然已经走在这条路上，并且走得足够清醒，也足够坚定。